为了跟男主划清界限，我谎称失忆，只因一场车祸让我得知自己只是一本书里下场凄惨的舔狗恶毒女配。谁知醒来后的当天，死对头赶过来嘘寒问暖。知道我谁吗？我皮笑肉不笑，不认识。他瞬间大喜，接我出院，口口声声说他是我老公，带我办银行卡，晚上给我存几百个亿。等拿到了红色的小本本，我指着滚烫的结婚证3个字问：这什么？他一脸认真，耐心读得给我听。银行卡。我盯着他，咬牙切齿。要不你再读一遍试试？拜托，我是失忆，又不是弱智。从昏迷中醒来，尚且没有完全理清思绪时，一个满是厌恶的声音响了起来：你只是昏迷了几天，可青青却擦破了皮。如果不是为了救你，青青会受伤吗？还有，别以为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就可以引起我的同情，告诉你，我半点都不会。我愣愣地看着眼前人，这就是书里的男主，一个自负冷漠、神经不正常，却又被人人称作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金圈太子爷纪实里。而我是自小和他订有婚约，嚣张跋扈又不被他喜欢的舔狗金圈大小姐。我越是接近，他越是厌恶。在一次酒局上，喜欢上了清贫纯洁、小白兔式的女主徐青青，从此我成了他们 party 的一环。他一边享受我家带给他的各种便利，一边利用我对他的感情去虐女主，直到最后害得我家破人亡。看着我痛不欲生，他们站在制高点对我冷嘲热讽：你就像地狱里爬出来的蛆虫，现在也该留在地狱。眼下正是女主徐青青跟男主纪实里打得火热的时候，即便我已经觉醒，可听到这番话还是忍不住腾升起阵阵怒意。曾经的我是男主身边最忠实的舔狗，但现在我不是了。我抬手直接一巴掌打在了他的脸上，而后反问：你谁呀？在这里狗叫。纪实里想发怒，但又忍了回去，最后只是冷笑一声，装失忆。夏之晴，你现在花样可是越来越多了。我坚持失忆，别狗叫，我真不认识你。好吵，我头疼。话音刚落，就听一道甜美柔弱的女声传入耳膜：阿里，你不要这么凶嘛，相信夏小姐也不是故意的。再说了，只要能救下夏小姐，赔上我这条贱命也值得。听到这种茶言茶语，我嘶了一声，真贱啊！纪实里不悦的眼神瞬间看向我。至于徐青青，小脸通红，紧咬着唇，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我摊摊手，不以为然。怎么对号入座呢？纪实里肉眼可见的黑了脸。我乐了，呦，破防了。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看样子脸皮挺厚，说我处心积虑勾引你，要我看是你在处心积虑勾引我吧。要不你跪下汪汪叫2声，说不定我还可以收了你。纪实里握紧拳头，像是在克制，咬牙道：看在你刚醒来的份上，我姑且不跟你计较。接着揽住徐青青的腰肢，青青，我们走。两人一走，病房内瞬间安静下来。我揉揉被吵得突突直跳的太阳穴，打算小睡一会，谁知才刚躺下，又有动静传入耳膜。我不耐烦地脱口而出：都说我失忆不记得你，要是还来狗叫，小心我打爆你的狗头。岂料那人非但没离开，反倒走到我身边来，沐浴露香味侵入鼻息，比起刚才那一股廉价香水味，不知道好闻多少倍。还没来得及出声，就听一个因为呼吸急促稍显兴奋的声音传来：你失忆啦？我回头恰好对视上死对头沈括含情脉脉的双眸，为了跟纪实里不动声色的划清界限，我只能硬着头皮装下去。你又是谁？沈括小声呢喃了句。太好了。我瞪大了眼睛看他，做出满脸懵懂的样子，心底却萌生刀了他的念头。好，不愧是死对头，所以也盼着我死是吧？谁知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泛红。晴，我是你老公，你连我都不记得了吗？我原地石化，盯着他问：老公？他眼睛一亮，脸颊瞬间红到脖子根。老婆。随即把我的身世以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通胡诌。在他的阐述下，我还是夏家大小姐。至于刚刚走出去那对狗男女，成了他嘴里意图骗财骗色的惯三。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太好了吗？是因为你失忆了，就不会记得他，就不会再有人破坏我们的婚姻了。我攥紧拳头，同时也满腹疑惑。要知道我俩从小掐到大，难不成我失忆，他脑子坏掉了？算了，大局为重，我忍。接下来的1个星期，沈括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爸妈中途过来看过我一次，见沈括这么照顾我，便把我全交给他。看着先前总喜欢跟我互掐的死对头，我没少折腾他，喂水喂饭，大半夜让他出去买宵夜，借口心情不好，让他自罚绕医院大楼跑10圈都不在话下。可不管我怎么折腾，他都是一副好脾气模样。直到这天，他替我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捏着我的身份证一阵窃喜。眼看他不怀好意，我蹙眉问：你想干什么？他立马一脸正经道：没什么，想着等下办完出院手续，再带你去办银行卡。我办银行卡？他再次点头。对，你是我老婆吗？等办完，我再给你存几百个亿。那可是我从小到大专门给你存的。我一度怀疑他在开车，但却没有证据，只能装傻答应。好啊。就在我以为这是完了的时候，沈括突然凑近了我，连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近距离看，我才发现死对头沈括不知道要比男主纪实里帅气多少倍，尤其是那双灵动又含情脉脉的双眼，光对视一眼都能让人怀孕。眼看他一点点凑近，我只能把身体尽量往后退，直至后背抵住墙壁，我才忍不住用手指戳在他的胸肌上问：你又想干嘛？他的眸写满了动情，喉结翻滚的同时丢下一句：做夫妻间想做的事。我承认我被他吓到了，在他距离我越来越近的时候，我甚至萌生了扇他一巴掌的冲动。然而他靠近我，只是在我额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原本动情的眸也在这一刻变得清澈。他喊了一句：老婆，你先休息，我现在就去办理手续。我僵硬的点点头。好家伙，戏演得挺逼真的。虽然知道是假的，可刚才那几秒钟还是让我攥紧被单的手出了一层汗。直到沈括离开，我才重重的呼出一口气，准备打个盹时，纪实里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知道了，小问题而已，我会很快处理好。看样子是在接电话。我甚至暗暗祈祷，希望这家伙来医院是找徐青青而不是我。可事与愿违，偏偏怕什么来什么。下一秒，纪实里的声音已经出现在病房里了。
此刻他居高临下的看着我，眉眼里依旧是赤裸裸的厌恶。合作的问题，这边你再催催你爸妈。见我不说话，他一扬下巴，助理便从他身后走了进来，手里捧了一束款式老土的玫瑰花，随后在他的示意下捧到我面前。夏小姐，这是我们季总送您的玫瑰花。看着这束花，我陷入沉思。曾几何时，我尚未醒悟，是本分分按照剧情走的恶毒女配，即便被他无数次羞辱，也一样舔着脸靠近。他施舍一朵女主不要的花，我都能高兴的手舞足蹈，但现在不会了。我别过头，看向旁边的柜子，那上面是沈阔早上新换的满天星。我的房间并不缺少鲜花，而我也并不喜欢玫瑰花。沈阔每天来看我时，都会换上一束各种类型的花，有时候是百合，有时候是雏菊，有时候是太阳花，这次是满天星，唯独没有玫瑰。每一束无论是包装还是花本身，一看就是精心准备的。爱与不爱，好像这一刻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心心念念的男人，竟然不如我死对头的一根手指。想起这些，我歪着头看向季十里，没有接下花束，而是问：怎么又是您？季十里一副很好笑的模样盯着我，一字一句问：夏之情，玩够了没有？玩游戏也要懂得适可而止。我轻笑一声，而后将助理手里的花接过来。正当季十里的脸色逐渐缓和时，我却直接丢进垃圾桶。夏晴之，季十里咬牙切齿道：你不要太过分。我懒洋洋道：且不说我不记得你是谁，又跟你是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拿这么廉价的花来求我办事，是不是太没礼貌了？不对，这束花该不会是你从垃圾桶捡来的吧？看你人模狗样，没想到。我看到季十里的拳头攥紧了一些，最终道：我今天没心情跟你闹下去，这次投资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如果还希望两家的婚约奏效，现在就跟你爸妈说清楚。是了，书里的我就是这么被他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为了讨好他，坐稳他未婚妻的身份，不惜苦苦哀求我爸一次次斥巨资投资。也正是因为这些无脑举动，才让濒临破产的季家起死回生。最可恶的是，我居然为了季十里不惜算计沈阔，不仅让他搭上全部家当，连性命也赔了进去。想到这些，我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巴掌。书里的我死得不冤，过于愚蠢，但现在我不会了。我笑着看向季十里，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呢？季十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要知道，当初是谁求着跟我家联姻？如果不投资，你应该知道后果的。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模样道：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卖肉拉投资的，就你这身段这张脸也不怎么样嘛，连我老公1/10都不如。季十里看样子是真的恼怒了，只是不等他再有下个动作，沈阔的声音也传了进来。他扑哧一声笑出来，继而走到我身边，坐在病床上，揽住我的腰直道：没听到我老婆说的吗？你连我1/10都不如，就这样的姿色还想卖肉？他现在有我了，想卖肉就去找想买你的人，别在这里碍眼，否则我不敢保证季氏集团继承人四处卖肉拉投资的消息会不会传遍整个京城。季十里一脸不服，然而他还想靠近时，便被沈阔凶狠的眼神劝退。无奈之下，他只能咬着牙道：好，就算你失忆了，但我希望你恢复记忆之后，不要哭着回来求我。我懒洋洋道：放心，永远不会有这么一天。季十里离开后，沈阔开始检查我头身上的伤，他小心在我伤口处吹了吹道：还好，愈合的还算快，放心好了，虽然磕破了点皮，但在头发里看不到。见我不吱声，他又道：老婆别生气了，他就是一个爱而不得，被逼得跳脚的臭小三儿。我被他的话逗笑了，点点头应了一声，似乎是见我心情不错，他替我穿好鞋便道：走吧，是时候去领证了。我瞳孔放大，领证？他狡黠一笑，赶紧解释：不是，是办卡。好，还要演下去是吧？我好奇沈阔到底想做什么，还是配合他坐进副驾驶，直到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拉到民政局，我再次不淡定了。办银行卡？他点头，对，办银行卡。末了他又补充：现在办银行卡不需要户口本，直接拿身份证就行。等下了车，我指着从里面走出来，被小夫妻捏在手里红本本上的结婚证3个字问：这什么？他瞥了一眼，一脸认真地念给我听：银行卡。我盯着他，咬牙切齿：要不你再读一遍试试？沈阔，我是失忆，又不是弱智。被我揭穿，沈阔原本没有任何异常的脸上瞬间飞起一抹红晕，他盯着我，眼神透露着委屈：宝宝，我知道是我不对，可我也不是有意骗你，我俩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夫妻，只不过还没来得及领证。还有，我承认是我跑错了地方，你要不乐意，我现在就带你去办卡。他一脸探究，还是不情愿地打开了车门。我毫不犹豫地钻进副驾驶，瞥见他眼底淡淡的失望。就在我以为这次他又要忽悠我的时候，没想到他真的把我带到了银行门前，行长亲自招待，而他也大手一挥，非但给我办了卡，还真给我在账户划了几百个亿的资产。看着这些东西，我不得不承认，钱财虽是身外之物，但真香。喜滋滋地看着银行卡，不知不觉跟着沈阔又回到了车上。见他脚踩油门，我微微吃惊。去哪儿？他淡淡道：当然是回我们的家。想到这几天为了装失忆，我的种种艰难，我立马拒绝：不要，我还是回我自己的家，毕竟我们还没领证，不合适。现在就送我回家。他握紧方向盘，目视前方，没有回我的话。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但为了避免继续跟他朝夕相处，我大着胆子道：行不行嘛，老公？事实证明，这句话果然管用。沈阔原本冷着的一张脸瞬间变得柔和起来。好。正当我准备兴高采烈回家的时候，就见屋内大厅似乎有什么人。我看向门口迎接我的王妈，低声道：有客人。王妈的脸色有点难看，点点头，低声道：是季先生。小姐您。看来在医院命令我拉我爸妈投资未果，季十里居然把主意打到我爸妈头上了。我扬手打断了王妈接下来的话：你忙你的，我先进去看看。还没靠近，季十里的声音已经传入耳膜：伯父伯母，你们应该知道，晴晴只是短暂失忆，随时都有恢复记忆的可能。还有，如果他想起来沈阔是骗他的，而你们对此不闻不问，甚至还连累到我失去这单生意，你觉得以晴晴的性格来看，他会怎么做？我爸妈的沉默已经足以证明他们被这番话打动了。书里的我的确是这样的。
只因为得知这单生意对季时礼很重要，哪怕投资会对我们家的生意造成重大影响，我也在所不惜。苦苦哀求我爸妈未果，便以性命相逼。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女儿，疼我爱我，怎么可能忍心见我如此？于是集结了整整800亿，全部投资给季时礼。书里的季时礼也正是因为这次投资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让他们季氏起死回生。而大放血的夏家却因为这次投资资金链崩断，险些破产。我爸妈为了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季时礼正搂着徐青青和庆功酒。至于我，傻乎乎的亲自下厨，准备了烛光晚餐，眼巴巴等他赴宴。我为他所付出的一切，到头来却像个笑话。眼看我爸妈准备妥协，我直接出声，在我那里卖肉不成功，就跑来找我爸妈了。爸爸妈妈，你们怎么能允许这么一个无耻之徒上门乞讨？听到我的声音，爸爸妈妈齐刷刷看向我，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我妈更是上前挽着我的手道：“晴晴，季先生说这次投资对他至关重要，倘若没有这次投资，他们季家可能就……”我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妈，然后又看向铁青着一张脸的季时礼。他季家如何关我们什么事？爸爸妈妈，不管我以前怎么样，现在他才是我老公。我伸手挽住一直站在我身边没有说话的沈括，笑得甜蜜。夏小姐，你怎么可以这样？阿里才是你的未婚夫。柔弱的嗓音在耳畔响起，我才看到徐青青居然也在这里。她攥紧拳头，一副紧张却又为爱甘愿冒险的模样。你这样是一脚踏两只船，虽然我知道你们有钱人跟我们平民不一样，可最起码做人的底线要有吧。我微微眯着眼睛看他，接着一步步靠近，最后噗嗤一声笑出来。阿离，既然你知道他是我的未婚夫，那你这声叫的未免太亲密了吧？你说我脚踏两只船，那他算什么？你呢？又算什么？季时礼明显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可他还是挡在了徐青青面前，怒视我。夏之晴，你不要太过分。我往沙发上一坐，漫不经心道：过分的是你上门乞讨姿态还放得这么高，连狗都知道起时要摇尾巴，你却不知道。季时礼，你还不如一只狗。这句话真的惹怒了季时礼，他上前一步，大有要对我动手的意思。然而他刚上前，沈括已经挡在了我前面。我从来都没有注意过，原来沈括站起来居然比180的季时礼还高了几公分。身高的压迫下，季时礼直接处于下风。徐青青也在这时候冲上来，抓住季时礼的胳膊道：阿里，算了，夏小姐从小被娇惯坏了，我们没有必要和她一般见识。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阿里，我相信你，以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能想到办法的。原本满是怒意的季时礼闻言，脸色瞬间缓和起来，宠溺的眼神看向徐青青，抓着她的手道：我们走。我补充一句，慢走不送。还有，等时机成熟，我们夏家会宣布和季家解除婚约的消息。眼看送走了季时礼这个瘟神，我将视线落在沈括身上。沈括有些心虚，立马冲着我爸妈开口：伯父伯母，既然晴晴已经送回来了，我就不打扰你们，先回去了。他还没来得及离开，已经被我挡住去路。我想，或许我们还有问题没有解决。沈括开口：应该没有吧？我拽着他的手直接上楼，直至把他推进房间锁了门才道：真的没有。他认真点头：真的没有。我一步步靠近，仰起头盯着他：那你骗我，你是我老公又是怎么回事？还说季时礼是妄想破坏我们婚姻的第三者，总得给我个交代吧。他一点点后退，直到后背抵住墙壁，退无可退。岂料我上前的时候，脚绊在地摊上一个踉跄，直接扑向了他，手指拉开了他的衣领不说，就连脸也贴在了被我拽开他胸脯的位置，柔软的唇贴在他的胸膛，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沈括的皮肤瞬间变得滚烫起来。我想我的脸也一定红到了极致。沈括趁机反客为主，攥紧我的手腕，反过来将我摁在墙上，低沉的嗓音也在耳畔响起：交代，应该交代的人是你吧？你不是也叫老公了吗？既然叫了老公，那是不是得给我点利息？他闭着眼睛，歪头慢慢靠近。我吓坏了，直接将他推开，赶紧解释：我坦白我根本没有失忆。沈括睁开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眼底没有任何惊讶。我有些愤然：所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假装的？沈括解释：也不算是，其实还是跟你相处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的。虽然我俩从小到大都不对付，可在大事上绝对是一条心。尤其是知道书里我和他的结局后，我更加清楚这一点。因此我将我和他只是书里的角色这件事，连带我们的结局尽数告诉给了他。末了又问一句：我说的这些你信吗？信。沈括几乎没有思考，便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内心释然。我们联手吧。接下来的日子里，季时礼过得并不如意，因为没有我家的投资，他失去了整个小说里让他漂亮翻身的机会。当然了，他错失掉，我却没有。这个项目还在我和沈括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拿下，避免出现小说里我们夏家出钱出力，最终为季家做嫁衣的事情发生。而我和沈括因为这次投资成功，成了整个京城为人津津乐道的新贵，不少重要宴会都会有人专程递请柬邀请我们参加。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里后续会掌握在季时礼手中的人脉机遇，全都掌握在了我和沈括手里。我俩一时风光无限，不少人私底下议论我和沈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至于季时礼，成了他们口中不值一提的废物。又一次宴会结束，我和沈括双双走出宴席时，恰好看到了被安保人员挡在门口的季时礼。他同安保人员争得面红耳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夏氏集团千金大小姐的未婚夫，他是你们宴会特别邀请的贵客。安保人员恰好看到我出来，忙迎来上来，还没来得及介绍刚才发生了什么，我已经开口道：不熟。原本还有些忌惮的安保人员，这下再无顾忌，直接将他推了出去。听说没有，夏小姐说跟你不熟，劳烦哪里凉快到哪边去。他满眼愤恨地看着我，可却连我5米范围内都没办法接近。在宴会上兼职服务员的徐青青看到他，上前劝阻，季时礼却冷笑着反问：你也是来看我笑话的吧？你们女人都不是好东西。徐青青瞬间双眼泛红，泪水也跟着滚落，她哽咽的泣不成声：阿里，你不要这样，你这样我很害怕。阿里，你振作一点，给我点时间，我可以帮你想到办法，真的。季时礼却将他推倒在地，冷声斥责：闭嘴，都是你。如果不是你的出现，夏之京也不会这么对我定视你。滚开，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后面两人拉扯中又说了什么我没听到，只是在车子离开时，从后视镜中看到两个人吵着拥吻到了一起。季时里落到这种田地，无论是我还是沈括都十分高兴。我直接邀请他，为了谈生意，你也没喝尽兴吧？要不去我家再喝2杯？沈括看着我笑，盛情难却。我爸我妈没在家，王妈也不见，说是请他喝2杯，到最后变成他下厨。看着肩宽窄腰的男人系上围裙，亲自下厨的模样，我心里蹦出了贤夫良妇4个字，别说，还真挺配。2杯酒下肚，我想起书里描述的沈括，他那么傻，明明知道我对他好是为了骗他，从他手中获取季时里想要的商业机密，可他就心甘情愿被我欺骗，哪怕到最后我说出真相，依旧告诉我他不怪我，甚至还妄想唤醒我离开季时里。只可惜他是恋爱脑，书里的我也是恋爱脑，不同的是他心仪的人是我，而我死心塌地的是季时里。想起这些，我忍不住问沈括，你难道就不怕我是在骗你？沈括摇头，不怕，你知道的，我从来都不怕你会骗我，我只怕眼前的一切都是梦。他似乎喝醉了，眼尾泛红，醉眼朦胧地看着我，此刻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连耳朵尖尖都红了，目光看向我时，喉结上下翻滚。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或许是喝多了酒，竟不知不觉慢慢朝着他贴近。眼看沈括的红唇微微张开，我居然萌生了想咬住他的冲动。越是这么想，内心的渴望就越是强烈，我直接将他推倒在沙发妻儿上。沈括，我轻声呢喃。沈括动情地回应我。就在我唇贴近的时候，门猛地被打开，我妈的声音也在这时响起，晴晶你也在家。这个字我妈还没说完，立马改口，我什么都没看到。哎呀，我忘了有东西落在车上。我爸没反应过来，探头看了一眼，却被我妈手机眼快拽了出去。未了他还道，继续，你们继续。这晚当然什么事都没发生。3天后，夏家公开宣布取消和季家的婚约。原本季家已经岌岌可危，没有了夏家这层关系，衰败得更快。不过短短1个月时间，季家彻底破产，季家豪宅变成法拍房，季时里变成人人笑话的对象。只有书里的女主徐青青依旧对他不离不弃，她亲自把他接进自己破旧的出租屋，面对酗酒摆烂的季时里，依旧耐心照顾，不但洗手做羹汤，还在情绪和物质上面面俱到。可季时里依旧满嘴嫌弃，书里就是这么描写这2个人的。徐青青爱慕着季时里，季时里口嫌体正直，各种奚落嘲讽。在这样的打击下，徐青青肉眼可见的憔悴。当然了，这些都是平时跟我玩的好的姐妹透露给我听的。末了还补充一句，晴晶，幸亏你及时收手，脚踩2只船的玩意，怎么能配得上你？我笑笑不语，继续跟着小姐妹一起去包间嗨皮。谁知路过其中一间包间，居然看到了徐青青。徐青青穿着低领包臀裙，正满脸惶恐地坐在一个精瘦的男人身边，在她面前则站着满脸怒意的季时里。季时里冷笑着道，徐青青，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爱，你就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下贱坏子，人人可欺的烂货。他还想再说什么的时候，徐青青扬手狠狠一巴掌甩在了他的脸上，顺带将手里的红酒也泼了上去。我一阵唏嘘，没想到看起来柔弱的徐青青也可以把事干得这么漂亮。完事后，满含热泪的徐青青舔着脸对身边的男人笑，王总，您刚才不是说要带我去好地方吗？不如我们现在就去。闻言我赶紧闪到一边让路，被红酒泼猛了的季时里像是反应过来，迅速追出去。只可惜没走几步就被男人身边的保镖一拳砸在脸上，接下来又是一拳砸在肚子上。季时里不吃痛，被打得翻滚在地，只可惜对方依旧不罢休，继续一阵拳脚相加。徐青青哭着求饶，对方才罢休。至于季时里，只能像狗一样躺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徐青青被那男人带走。尘埃落定，我缓缓踱步到季时里面前。季时里见来人是我，努力支撑着身体想站起来，却没能实现。他只能坐在地上，神情姿态高高在上地看了我眼。后悔了，我告诉你夏之情，就算你现在后悔了也没用。我打断他的话，后悔，抱歉让你失望了，我只是路过，顺带来看看好戏。夏之惊，见我如此，季时里疯了似的咬牙道，你听好了，我是不会输的，总有一天我会把你踩在脚底下，让你跪下来哭着求我。我直接一脚把他踹翻。先不管未来你能不能把我踩在脚底下，现在被我踩在脚底下的人是你。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季时里是男主，接下来他倒是有过好几次足以翻身的机遇，只可惜因为上次偶遇他放了狠话，让我不得不加倍对他防备，甚至将他打压得死死的。一旦发现他有任何机遇，便出手阻拦。3番4次之后，他终于成了一滩烂泥。可我专注于监视季时里，却忘了徐青青。徐青青果然有手段，居然替季时里拉来了投资，还是上次在包间带走徐青青的那个男人。男人自称华侨，此次回国就是打算搞投资。徐青青告诉季时里这些的时候，季时里的眼底再次燃起一丝希望。他无视徐青青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疤，当即要去见那位华侨。谁知到了目的地才发现对方是在戏耍他，不但找人打了他一顿，还将皮鞋狠狠地踩在他的脸上。脸蛋不错有什么用？难道你没听过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小子以前不是嚣张得很吗？怎么现在看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嚣张了吗？徐青青看到季时里被打，哭着扑上去挡在季时里面前质问，李先生，你不是答应我要投资了吗？为什么骗我？却被华侨一巴掌扇倒。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接近我是为了什么，就为了这个小白脸跟我上床。告诉你，我可不是吃素的，像你这样的女人老子见得多了。实话告诉你，现在老子玩腻了，不想再玩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抱在一起哭吧。哈哈哈。季时里又被修理了一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位华侨正是当年追求过徐青青，但却被季时里揍过的小角色。偏偏那时候季时里羞辱对方不说，还对他姐姐强取豪夺，最终抛弃，导致他姐姐自杀身亡。再后来，季时里错失了我这个重要助力，又错过不少良机。良机有人失去，就有人得到，而这个自称是华侨的家伙，恰好遇到了其中一个良机，翻身做主人。这次回来也是为了报复季时里以及徐青青。我得知真相时赶到现场，徐青青不知所踪，季时里已经被打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他鼻青脸肿地躺在地上，看到我来，嘴里呢喃道：“
秦京，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秦京，求你原谅我好不好？他眼里有不甘还有恨，唯独没有半点对我的情谊。我用脚踢了踢他被打断的胳膊，淡淡道：你不是知错，你只是明白现在除了我，没有人能帮到你。原谅你以后让你踩着我东山再起，将我推入地狱吗？道歉，我还没那么蠢，地狱你就自己下吧。记事里在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好几天了，听说是隔壁住户闻到有臭味，找来房东打开门发现的。警方给出的结论是跟人打架致残，最后病死的。至于徐青青，我让人打听后得到的结果是早就被卖到缅北了。那种地方，一个长相漂亮的女人一旦进去，再想活着回来根本不可能。这天夜里，沈阔偷偷溜进我家，从身后环住了我。我被他吓一跳，发现来人是他时，才及时收了巴掌。你是怎么进来的？他把下巴搁在我的肩膀上，轻声道：如果我说是伯父伯母给我的钥匙，你信吗？我直接否认，不信。他从兜里掏出来一串钥匙晃了晃，上面的钥匙扣的确是我妈的。我有些不悦，他没事干把我家钥匙给你干嘛？沈阔笑笑，伯母说都是一家人，给串钥匙方便我回家。他还说，我皱眉，还说什么？沈阔再次不怀好意的笑，他还说他想抱孙女了，今天特意给我俩腾地方，让我俩努力一下。我吃惊，不是，你还真听我妈？话还没说完，他已经吻住了我的唇，我瞬间浑身瘫软，被他吻得呼吸不过来，迷迷糊糊中听他在我耳畔低语，一直忘了说我爱你，你也是爱我的，对吧？我胡乱的应声，双手搭在他的脖子上，任由他将我打横抱起，最后扔在柔软的大床上。这天夜里，我甘愿和他一起沉沦。全文完。